Why? Tell me why, baby. Tell me why. 告訴我為什麼市場上已經有了實力非常強的 Zeekr 009和 BYD 的 Denza D9 之後，還有人要選擇小鵬 X9 這個名字看起來、聽起來，在馬來西亞的知名度比較少的一個新創品牌 XPeng 小鵬。所以這一台是最新的小鵬 X9， 它的售價呢是從279,888塊、297,888塊到313,888塊。它3款都是 Front Motor Front Wheel Drive。前輪驅動前馬達，然後 Standard Range 是 84.5 kWh LFP 500公里 WLTP。那 Long Range 的話是 101.5 kWh的 NMC 3元鋰電池590公里 WLTP。充電速度呢都是11 kW 的 AC， 只是快充速度的話大概是200多到300多 kW DC， 因為它是800V 的這個純電平台。當然，實際的充電速度還是要看充電樁本身支不支援這麼大功率的一個輸出。所以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Let's go！ 這台車子啊，我相信大家已經引頸期盼等了非常久，因為我之前介紹了這個Zeekr 009，還有BYD 的 Denza D9 再加上之前我做過這個 Toyota Alphard 的介紹影片等等，所以大家對於 XPeng X9 已經等了很久這支影片。首先呢，這個小鵬 X9 呢，它有 Zero Gravity Seat 零重力座椅，而且是一鍵切換的。我按一個 button，它就馬上進入零重力座椅。那所謂的零重力座椅，簡單來講就是你的腳踝跟心臟是呈現水平的這個位置，所以這樣子可以能夠改善血液循環，讓你長久乘坐或者長久躺下來不疲勞等等。看，而且腿托是可以拉上來的。這個 Zero Gravity Seat Denza 沒有嗎？ Zeekr 沒有嗎？有什麼了不起？有什麼800？有什麼值得拿出來講的 Jod Tomate， 因為呢，這個香港的全球發布會上面，小鵬的創辦人何小鵬特別強調，小鵬 X9 是全球唯一一個有中央過道板，同時有 Zero Gravity Seat 的座椅。也就是說呢，其他的对手他們的零重力座椅只是在沒有中央過道，就是2張大沙發的那個格局才會有零重力座椅，還不止這樣子。而且這個小鵬 X9 的第3排，它標配了一鍵收納式的這個第3排座椅，所以它的第3排座椅呢，不只是可以調整椅背的這個傾斜，它的這個頭枕的高度之外，你 click 一個 button， 它可以整個第3排收納進去底下，這個是其他同級對手都給不到你的，真的是遙遙又領先。這個小鵬 X9 它也是全球唯一一個標配了後軸轉向系統的豪華 MPV。那後軸轉向系統就是 Rear Axle Steering 或者 Rear Wheel Steering， 我最早在 BMW 的 X Series、7 Series， 後來在 Audi e-tron GT 等有試到這個東西。所以在過去啊，這個Rear Wheel Steering 通常都是一個選項，很貴的選項。可是現在對小鵬來講是標配。那講到標配啊，這個最新版本的 Malaysia version 的小鵬 X9， 即便我現在乘坐的這一台是 Standard Range 的 version， 就是最低配的279千的版本，也標配了 Zero Gravity Seat， 在更早之前是沒有這個東西的。但是說實在話，雖然有中央通道的零重力座椅很吸引人，一鍵收納的第3排也很吸引人，但這個畢竟不是我會選擇小鵬 X9 的原因。我覺得它還不夠，後軸轉向系統 impressive， 但是還不夠。作為一個電動車車主作為2個電動車的車主，我自己個人最欣賞或者是我最喜歡小鵬 X9 的地方，就是它的 Drag Coefficient 風阻係數非常低。這個小鵬 X9 這麼大的車，它的風阻係數能夠做到 0.236 CD， 然後它的對手這個Zeekr 009跟 Denza D9 都在 0.27 CD、0.28 CD 到 0.29 CD。So 0.236 versus 0.27， 你可能覺得哎呦，才 0.01 有什麼差別？這個小數點罷了嘛，一點點東西無傷大雅，這麼要去照顧，這麼要去care 這個東西。
很重要咩？0.01 CD 罷了，才那一點點罷了。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如果你了解電動車，如果你了解這個，當汽車在行駛的時候，尤其是電動車啊，有超過50% 的能量都要用來去應付空氣阻力，也就是風阻。所以越低的風阻可以讓到車子用更少的電量走更遠。同時，更低的風阻能夠降低車子的噪音。那根據科學的這個算法，每降低0.01個 CD 可以為車子提供額外3到10公里的這個續航力。所以為了達到0.236 CD 的這個 Ultra Low 的 Drag Coefficient 超級低風阻係數，他們也是要犧牲掉一些東西的。就像你看這個外觀造型啊，它跟傳統的豪華 MPV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它就是一個非常 extreme、非常激進、一刀切的這個設計，特別是在它的後車尾的部分是直接滑下來。市場上沒有幾台 MPV 敢這樣子來設計。因為從Toyota Alphard、Toyota Wildfire帶起來的這一種尊貴豪華風，通常這種 MPV 它必須要莊嚴，它必須要嚴肅，它必須要 business， 它必須要 serious。可是這個 Xpeng X9 啊，它一點都不莊嚴，它一點都不嚴肅，它像一個 streetwear， 它像一個街頭小子這樣子，你知道嗎？它像一個 tech guy， 它不是一個 businessman， 它不是 dancery， 它不是 dato。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品牌都要找到自己的賽道。都要找到自己的路，这个非常清晰，没有模糊的。所以如果你说极氪009它主打的就是尊貴奢華，那我覺得 Denza D9 呢，它就是傳統，它保留了傳統，同時它又有科技感，但是它又很傳統。可是這個小鵬 X9 啊，它就是沒有廢話，它直接單刀直入，一刀切，就像車子的線條這樣子。我覺得就乘坐體驗，說實在話，它就是很中國新勢力的這種內飾。我原本講中國新勢力就是魏小李、蔚來、小鵬、理想還有領跑這幾個，所以他們用的 material、用的材質等等，我覺得都非常的像。它有這個天幕啊，就是從天而降的電視機，我按下去。所以當它的後排的這個冰箱彩電大沙發的這個彩電下來的時候，它前面的這個 rear view mirror 會自動切換去變成電子照後鏡，因為你一這樣子，你的司機怎樣看後面呢？對不對？它有0到50度的這個冰箱，說冰箱彩電中沙發，因為這個是 Pro 不是 Pro Plus，Pro Plus 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沙發，因為這個是最便宜的，不可以講便宜，這個是最低配版的。Right， 現在來看小鵬 X9 的駕駛艙環境，非常 clean， 非常簡單，非常簡潔，不是很少按鈕，不是保留幾顆按鈕，是完全沒有 button， 2個 charging pad， 一個大螢幕，做完所有的事情。那如果你單看網絡的 comment， 幾乎90% 的人都講，哇，按鈕才好，沒有按鈕很容易分心。但現實是根據車商們的 study 啊，越多 button 的車在今天是越難賣的，因為這種東西是你不用每天 set 的，你懂嗎？比如講 side mirror 啊、steering 方向盤的人，你從你 set 過一次過後，它會自己記住那個 driver，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應該是阻止你購買小鵬的原因，因為你今天不這樣子做，明天你也是要這樣子做的 ，right？ So 我們要開始開車，但開車之前呢，我們需要搞懂它到底有幾個駕駛模式啊。So 在這個 Drive Mode 這邊呢，它有 Eco Mode、Standard Mode、Sport Mode， 還有 Individual Mode， 然後你能夠調整 Power Response、Power Steering、Brake Feel， 然後最重要的是 Suspension Height 是可以調整的，它有5個 level， 從0mm 增高20，增高40mm， 到降低15mm， 降低30mm， 所以 -30 加 40差不多有70個 mm 的這個調整的幅度，非常非常高的，因為它標配就是 Dual Chamber 的 Air Suspension 空氣懸掛 with Rear Wheel Steering， 然後 Suspension Stiffness 呢，它有 Comfort Plus、Comfort 跟 Standard， 然後還有 Regen 的話有 Low、Medium、High， 然後還有 X Pedal， 也就是 One Pedal Mode， 所以 Alright 出發。OK， so 你看啊，這樣窄的一個地方轉，
這個後軸轉向哈是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啊？不是若有似無，是非常非常明顯。你驾着一個軸距超過3000個 mm， 就好像在駕一個普通的 SUV 這樣子吧。你要擺，你要蹬，你要進卡巴、出卡巴，這個車子是超級容易的。Okay, we say 3, 2, 1, go。Go。315個 horsepower， 450 Nm 輸往前輪。因為馬來西亞的小鵬 X9 3款都是 front motor front wheel drive， 暫時不提供這個4輪驅動的版本。那它的對手我們說 Zeekr 跟 Denza， 它都有提供這個4輪驅動的版本，I mean 雙馬達的版本啦。So 呀，我覺得駕駛方面它贏在靈活性跟它的競速性，噪音真的很低。然後我覺得整個車子的懸掛也是，它是舒適的，可是它還是會給你信心。但只是說這個小鵬 X9 啊，我覺得它的比較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 weight transfer 啊是比較不 balance 的，因為它是前輪驅動，然後你會覺得車子很容易 understeer。然後变成你過彎的時候你要用的更慢，其實 Denza 也是差不多。那 Zeekr 因為我開的是之前我開的那個是 all-wheel drive， 所以好很多。因為這個4輪驅動的 I mean 雙馬達的 Zeekr 009呢，它大部分時間它都是用這後軸在驅動車子，所以前軸是相對輕，它不會做2件事情啊，就是你同時要 steer， 同時要 accelerate 這樣子，會手忙腳亂。那這個車就會這樣子，你懂我意思嗎？那再來講到車身重量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為84.5 kWh LFP 就是 Standard Range 的啊，它的車重是從2640公斤起，然後那個 Long Range 的用101.5 kWh 的 NMC 3元鋰電池。那你可能想，哇，84.5 kWh LFP 2640，那個101.5 kWh 的 NMC 會不會比它重？因為電池更大，結果沒有，那個更輕，那個2590公斤起。為什麼會這樣子？因為 LFP 的密度低，所以相同的 battery 大小，它必須要用更多的這個東西來去撐上來，所以就會造成 LFP 通常都會重過 NMC。所以2640公斤起的這個車重啊，這不是一台可以你想怎樣就怎樣的車。I mean 就是 MPV 都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even 是你知道嗎？2000公斤左右的，我們講我要Fire Alpha，也不是像你開 Camry 這樣子，你想怎樣就怎樣。它不是一個對司機來講駕一個豪華 MPV，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但是 in terms of acceleration 加速這個真的就是你想怎樣就怎樣，你要加速就加速，踩，沒有拉薩。這個車你加150、160、170、180，沒有拉薩，你甚至不看時速表，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開多快。這個也是同級對手比較不夠他強的地方，因為你東西就擺在那邊嘛，你風阻這麼低，噪音這麼低，然後車子這麼有效率，而且你記得它的 top speed 啊，全車系都是200 km/h， 這個也是比較少，因為通常很多的電動車在160、180就 speed cut 就不會再給你去了，可是它可以去到200。So，你說駕駛的話，它有很 outstanding 嗎？我覺得沒有啦，因為電動車都是這樣子嘛。當然還有一個東西，就是因為它車子真的是 button 少 ，OK button 少我可以接受，我的車也是沒有 button 的東西來的。可是它有一點少到太少了 ，OK？ 為什麼我講它少到太少？就是因為比如講我小孩子要下車，他從左邊的門下車，右邊的門下車呀，熒幕裡面我可以去 click 一個 button， 讓那個門打開 ，OK？ 那像可能 Alpha Y5 它會放一個獨立的 button 在這邊，或者在這邊，或者在門邊等等。可是這台車子它就是你懂嗎？就是我要做麼，你懂嗎？所以我覺得簡潔風、簡約風，它用在 SUV、用在 Sedan 可以，可是有時候 MPV 啊，你知道嗎？就是我覺得 MPV 它還是要複雜一點的，因為它就是要照顧多人的需求，懂嗎？它是必要的嗎？這個就看使用者的這個需求了吧。
使用者的心得了啦。所以我相信从開放預定至今啊，在馬來西亞也累積了相當數量的小鵬 X9 的車主。如果你也正在看着這支影片也歡迎你留言給準備要考慮買小鵬的朋友一個心理準備。尤其小鵬 X9 這個右舵版的小鵬 X9 啊，對於馬來西亞的人來講，其實很難找到 reference， 你知道嗎？因為你看中國的版本 not relevant 啦，因為中國是左舵，然後它又有針對中國市場的什麼電動吸附的門、電吸門 soft close door， 可能電池也不一樣等等，所以中國的智駕呢，其實小鵬 X9 它真正強的地方是智能駕駛，它的算力高達254個 TOPS， 同級的這個傳統的 MPV 還走這10到20個 stop， 它是10倍的遙遙領先。但是你知道嗎？因為它很多中國國內的東西，它出海之後，它沒有辦法 fully utilize 它在中國國內收集到的數據，中國國內的地圖圖資 NOA， 所以變成本地消費者、本地市場，可能香港有車主，我不知道，你知道嗎？我們才可以更加貼切我們右舵版的這個 spec 這樣子啦。所以呀，希望大家可以從今天這集小鵬 X9 的 video 獲取到一些資訊啊 ，OK， 所以我是大主義，希望你編輯的 follow Instagram 和 like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去玩卡。